然后，所以我们探讨的是有关于 RSA 的演算以及 OE 的定义呢，实际上就可以将LeetCode 当中的一个定位为中阶的一个题目编号是372的，叫做 Super Power 这样的一个题目。那我们当然也知道 RSA 是有用在勒索病毒里面的。好，那我们最近刷那个 LeetCode 的题目那我们刷到其中一题，应该不只是一题啦，其实有好几题，那其实就跟密码学当中呢，特别是 RSA 的一个计算或者是以及它相关的理论基础 Euler 定理呢，都有密切的关联。好，那我们来看一下。那我们看一下大概这个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应该我们在这边我们就稍微先解析一下所以它编号是372 Super Power， 定位是为中阶的一个问题。可能很多人都解不出来所以到站的人是比按站的人要多了所以它的题目呢，实际上就是 a 的 b 次方去磨掉1337那然后 A 呢，它这边它就是给一个正整数那 B 呢，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正整数，所以它给定方式它是以阵列的方式阵列的方式。那我们必须讲，它给定的方式像以这边的它一个实例所以这里所显示的，当然很清楚，它的一个排列的方式，是所谓的 big ending 的方式像这边的一个 b 这个数字表示它是用阵列的方式它这个是索引值在0的地方是1，那在1的地方是0，所以这边当然就是10所以20次方是1024我们要先了解它的一个数字的一个表达的方式。那解答这个问题，实际上呢，它当然就可以直接可以用到密码学的一些解法了特别是 RSA 的部分了那我们这边很快的看一下相关 RSA 跟这个题目相关可以用到的一些部分。那 RSA 当中，不管是加密、解密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计算，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所谓的模指数运算模指数运算，特别是加密的时候是 n 的1次方磨掉 n 解密的话是 c 的第4方磨掉 n 所以在这边的话，我们要基本上就是要使用这样一个计算好，那特别是说我们在解答方式，当然你可以尝试用比较方便实作的程式语言比方说以 Python Python 不过 Python 比较旧版本，比较旧一点的版本，它里面当中的那个函式 POW， 它其实它的资源性并不是太好可能不见得是够用的可能不见得是够用的。这边应该是1XP 了1XP 好。那所以如果在不够用的情况呢，我们其实可以就直接采用一个演算的方式那其实这个演算方式也是在这个模指数运算里面常用的一个
个演算的方式。那基本上呢，是以那个次方的部分呢，先把它画成2进位啊。那我们这边应该是用 Python 啊，所以它是把它转换成为2进位的一个应该是2进位的部分。然后从 index 2以后一直到尾巴啊，前面的话两个话应该是表示它啊，那应该是这样。然后呢，透过这样的一个所谓的 NSB 啊 ，NSB 的这样的一个计算方式啊，不断的模平方。那如果刚好它在它那个位元呢，如果刚好是1的话，那我们再额外再去乘一次 x 啊。所以不断的用模平方跟模乘法，透过一个 for 回圈，实际上也可以把它整个把它算出来啊。所以这个其实来讲，在模指数运算，特别是在那个非对称的密码学里面啊，不论是 RSA 啊，或者是其他的像伽马之类啊，都是这样去计算的。好，那另外就是说，它那个题目是要磨掉1337了哈，是要磨掉这样的一个数字。那其实这个磨掉这样一个数字呢，其实来讲呢，你可以去使用 Euler 当中一个推广费马小定理的一个定理啊。那这个定理其实如果说你在 RSA 的演算有接触的话，应该是知道的哈。那我们呢稍微看一下这个定理是说什么呢？这是 Euler 的一个画作啊。那它的定理是说，假设你有2个整数 a 跟 n 啊，那它应该是互质的。互质的情况呢，它就是它的那个指数部分呢，它会如果是 phi n 的话，它会同于1哈，同于1。那特别是在 RSA 的情况下，那实际上来讲，就是 n 是2个质数相乘嘛，那所以它在这边的 phi n 就是p 减1乘上 q 减1哈。那以我们这边一个情况哈，1337它的 phi 啊，实际上它是可以做质因数分解的。它的质因数分解呢，实际上来讲，我们知道呢，实际上是7乘上191，所以它的那个 phi n 呢乘上来的话，我们很快的计算，所以就是6乘上190啊，所以应该就是1140啊，所以它就会有一个周期啊，这个在计算上就会非常的快速啊，你就不需要将那个整个那个阵列所有数字真的要用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数字去计算了啊，这个当然就会快许多了。好，那 Euler 定理实际上也保证了这个 RSA 能够运作了啊，这个应该在研习 RSA 的话，应该都会知道的。那我们这边在进入那个程式之前呢，那我们还是先看一下这边一个简单的一个例子哈。比方说，我们去算3的25次方磨掉15，那这边的话，我们知道15是3乘以5嘛，好，所以 phi 15很清楚，就是2乘以4。好，那我们看一下它计算的方式。
所以它的 phi n 的话就等于8啊。那所以它的指数的计算的周期，那你就直接呢用25去磨掉8，所以剩下就是1。那当然很清楚，你的整个计算的话来讲的话，就是跟3的1次方是一样的，所以就答案就是3。好，接下来我们就看有相关的实作的情况，以及我们在 LeetCode 上的一些必须要提点的一些问题。好，那我们就点到在 LeetCode 上呢实作的一个情况哈，所以我们也不是说每次做它都接受。第一次 submit， 它其实我们出现了所谓的 runtime error 哈 ，runtime error。那为什么会出现 runtime error？ 那它去所示的那个数字呢？这个呢，明显你在我们演算过程当中去计算的时候，它会 overflow 啊，或者所以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它的 A 呢故意就给的非常非常的大啊，所以在这边来讲的话，整个演算是对的，但是有时候还是必须小心哈，这种特别是在这边 A 的部分啊，它故意给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数字，那你只要稍微去乘上我们这边刚好在做这个乘法的时候，它就 overflow。好，所以后来你就必须要做一些修改啊，做一些修改。好，所以我们看一下修改的部分。修改的部分其实很简单，我们就是在这边做一个修改啊，这边做一个修改，但是这样来讲的话，它就4毫秒了嘛，4毫秒就打败90%以上的参与者啊，其实这样就蛮 OK 了啊，就蛮 OK 的。好，那其实这个来说的话，我们当然可以去看，当然最简单方式当然是就直接用 Python 去做了啊。Python 的话，我们看一下它一个情形。Python 的 code 其实就短短的几行而已，我们再稍微解释一下哈。那主要是在这一部分啊，主要是在前面，因为它是用big ending 去储存那个指数的部分。所以呢，原则上你要用一个 for 回圈啊 ，for 回圈呢，然后去把它算出来，它那数字大概多大啊？那真的是很大。那新版的 Python 当然就是说你可以储存非常大的整数，这没有问题。但是呢，我们希望，因为根据我们的 Euler 定理，实际上它会在 phi n 的时候，它模指数运算它的一个周期是1140。就是它 phi n， 所以我们每次呢，它乘完之后呢，我们就去做这样的这个计算啊，然后再去，因为它这边应该是新版的啊，所以新版的话，我们就直接就这样算就结束了。好，那其实 C 版的跟 C++ 版的都差不多啊。那我们这边呢，我们还是把C 版的把它打开好了。C 版的C 版的看的其实更为清楚更为清楚。那因为 C 版的它是没有支援 Big Set 没有支援 Big Set 这个 class 所以化为2进位你必须自己手动自行去画所以这边的话，我们是将它化为2进位的部分。画2进位的部分是这样去做的，然后后面也原则上也都是做法，也都是跟就是如同简报所用那样的方法，用所谓的 NSB 的一个方式。好，那我们
在这边的话，我们还是用了 Dev-C 啊 ，Dev-C 我们实际看一下。Dev-C 的部分的话，我们这边应该是照 C++ 版的。C++ 版的话，我们需要的标头档记得除了 IOString 之外，因为我们有用到 bitset， 你可以将它画成2进位啊。这是比较新版的一些新版 C++， 它有加了很多东西啊。我们阵列部分当然就用 vector 去做。那所以这里 n 是1337，它的计算出来的 phi n， 我们当然就先算好是1140。好，所以这边是将B 这个阵列那个10进位数字呢，我们做一些处理啊，做一些处理。那我们是先把它整个先算出来啊，所以跟我们这 submit 的 code 稍微有点差异。然后呢，所以在12行，我们先把实际的 1XP 把它列印出来，它实际上可以很大的哈。然后13行的地方，我们对它做模运算啊，模掉 phi n 啊。那实际上你在做计算的时候，我们用这个数值去算就可以了。好，然后我们这个用 bitset 啊，那基本上我们大概用12个 bit 应该就够了啊，因为它是1337嘛，啊，所以12个应该是足够了。所以后面这里我们就直接是用NSB 的一个 for 回圈的一个演算啊，就可以把它算出来。那我们以这个例子来讲。我们在主程式的部分，我们的数字是1900387，然后我们底数是2，好，抹掉1337，它的一个结果是怎么样？好，我们看一下。所以它的指数部分因为我们是用阵列嘛，阵列然后转换成数字1900387，这是 OK 的。那然后我们实际计算你磨掉 phi n 嘛，所以就是余7嘛，所以2的7次方当然很清楚是128啊，所以这个当然没有问题